球70%的领土，人类从未踏足。那里的生物已经等了我们5亿年。我以为我了解地球，但是地球的70%从来没有见过。不是没有去过，是人类根本不敢去。6000米以下的深海，去过的人比登上月球的还少。NASA 说了一句话，让所有科学家沉默：我们对火星表面的了解比对自己星球的海底还多。为什么不敢探索呢？因为那里的生物已经进化到让人怀疑，这还是地球吗？有一种鱼能发出隐形的光，只有它自己能看见，猎物到死都不知道是谁杀的。有一种皮肤黑到潜水艇探照灯直射，依然是一团虚无。科学家说那不是黑色，那是光的坟墓。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每当有潜水器下去一次，就会带回来从未见过的物种。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脚下藏着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，而它可能比我们存在得更久。现在让我们一层一层地下潜到这个地球上最神秘的禁区。从海面往下200米，阳光开始消失，这里叫做暮光区。你可能觉得没有光就没有生命，但是恰恰相反，在这里的生物正在上演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迁徙。每天晚上，数十亿只灯笼鱼、乌贼、水母从深海伸到海面觅食，天亮前又沉回黑暗。这个叫做昼夜垂直迁徙，规模超过地球上所有陆地动物迁徙的总和。更诡异的就是，这件事人类直到2战才发现。当时海军的声呐探测到一层假海底，每天往上上升，白天下沉。他们以为是海底在移动，后来才发现那不是海底，那是生命，是一整个隐形世界在呼吸。继续往下1000米，欢迎来到午夜区。在这里没有白天，没有黑夜，只有永恒的黑暗。温度接近冰点，压强是海面的100倍。人类的肺在这里会被压成一张纸，但是生命偏偏在这里玩出了最疯狂的花样。深海龙鱼能发出一种红色的光，但是这种光其他生物根本是看不见的。它相当于随身携带了一把隐形的手电筒，在漆黑的海底，它能看见猎物，猎物却永远看不见它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有一种鱼，皮肤黑到什么程度？科学家测了一下，它只反射0.5%的光。水艇的探照灯直接打在它身上，它依然是一团虚无。科学家说，这不是普通的黑色，这是光的终点。但是要说深海最恐怖的生物，必须是暗康鱼。雌性暗康鱼头上挂着一盏发光的小灯笼，在漆黑的深海中摇晃。小鱼以为那是食物，当它游过去，暗康鱼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吞下。但是这不是最可怕的部分，可怕的是它的繁殖方式。雄性的暗康鱼一出生就只有一个任务，找到雌性的暗康鱼，
在茫茫的深海中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一旦找到，它会咬住雌鱼，释放一种酶，慢慢地溶解自己的身体，直到和雌鱼融为一体。最后，雄鱼的器官全部退化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功能，提供精子。科学家曾经在一条雌性的安康鱼身上发现了8个这样的前男友。这不是科幻电影，这是真实发生在地球上面的事情。4000米，我们进入深渊平原，在这里覆盖了地球1半以上的表面，却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。没有珊瑚，没有海草，只有无边无际的泥沙荒漠，向四面八方延伸数千公里。食物极度稀缺，但是生命依然找到了活下去的方式。一条死去的鲸鱼沉入深海，科学家把这个叫做鲸落。一头40吨的鲸鱼尸体可以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，长达100年。首先是鲨鱼，几个月内吃掉90%的软组织，然后是甲壳类和蠕虫，在骨架上安家，最后是细菌，分解骨头里面的油脂，释放硫化物，养活更多的微生物。在北太平洋的深海，至少有43个物种，上万个生物体，完全依靠鲸落生存。依鲸落，万物生，这是大自然最残酷也最温柔的轮回。6000米以下是深渊带，科学家把它叫做哈迪斯带，以希腊神话中的冥芒命名，因为这里的压强超过600个大气压，相当于50架波音747飞机，同时压在你的指甲盖上。人类曾经以为这里不可能有生命，但是在2025年，中国的科学家在《细胞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组惊人的数据。他们用奋斗者号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采集了2000多份样本，发现了7564种微生物，其中89.4%是从未被记录过的新物种。这意味着，在地球最黑暗、最高压、最寒冷的角落，生命不仅存在，而且异常的繁荣。人类对深渊的认知被彻底的刷新。马里亚纳海沟，地球的最深点，11000米。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扔进去，山顶还在水面以下1600米，这里的压强超过1100个大气压，可以把玻璃碾成粉末。1960年，人类第一次到达这里。科学家在潜水器里看到了什么呢？一条比目鱼和一只小红虾。在那样的压强下，它们怎么没被压扁呢？答案藏在它们的身体里。深海鱼类的骨骼变得极薄，可以弯曲，肌肉变得柔润，细胞里面充满了一种叫做氧化三甲胺的物质，帮助蛋白质在高压下面保持稳定。2025年的最新研究发现，所有生活在3000米以下的深海鱼类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突变，这个突变
让它们的细胞能在极端压力下正常的运作。这是生命用了6500万年才能进化出的抗压密码。深海里面还藏着另外一个秘密，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止了流动。格陵兰鲨，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鲨鱼，是地球上已知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。科学家用放射性的探测年法测出，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400多年。当这条鲨鱼出生的时候，中国还是明朝，美国还没有建国。蒙娜丽莎刚刚画完。这条鲨鱼它游过了人类4个世纪的历史，它现在依然在深海中缓缓游动。更疯狂的是，这种鲨鱼每年只长1厘米，要到150岁才能性成熟。它们的童年比人类的整个文明史还要长。科学家发现格陵兰鲨长寿的秘密在于慢，代谢慢，生长慢，心跳慢。在冰冷的深海当中，它们用一种近乎静止的方式对抗时间的流逝。但是深海最大的谜团不是某一种生物，而是整个系统。传统理论认为，深海生态系统依靠从海面沉降的有机物维持。但是在2025年，中国的科学家在9533米的海沟发现了一个完全颠覆认知的生态系统。它们不依靠阳光，不依靠海面的有机物，而是依靠地壳喷出的化学物质生存。硫化氢、甲烷、金属离子，这些对人类致命的物质，却是它们的食物。科学家把这个叫做化能合成生态系统，一个完全独立于太阳的生命世界。这个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地球。木卫二、土卫二，这些太阳系的冰冻卫星，表面下藏着巨大的海洋。如果地球深海能存在不依赖阳光的生命，那么外星海洋呢？探索深海，也许就是在预演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未来。然而，就在人类刚刚开始了解深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破坏它了。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生物物体发现了微塑料和多氯联苯，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。人类的垃圾已经比人类更早地到达了地球的最深处。深海锰结核需要100万年才能长1厘米。深海生物的繁殖周期以1000年计算，一旦破坏，几乎不可能恢复。更讽刺的是，全球80%以上的海洋仍未被探索。每一次探索都会发现新物种，每一次采样都会刷新人类的认知。我们对深海的了解还停留在采集和狩猎阶段，相当于人类文明的中石器时代。深海是地球上最后的边疆，它比外太空更近，却比火星更神秘。它藏着生命起源的线索，藏着进化的极限，藏着我们对这个星球最深的无知。
有人说我们是从海洋中走出来的，但也许海洋从未真正的离开过我们，它就在那里，在黑暗当中，在高压下，在我们脚下几千米的地方，安静的等待被发现。而那些深海的生物，它们不需要阳光，不需要氧气，甚至它们不需要知道人类的存在。如果有一天海平面上升，淹没大陆，灭绝的是我们，而它们连感觉都不会有。